先用双手抓住绳子撑住，双脚放直，过10秒再爬，要不然你会抽筋的。这种时候，我也顾不得害怕了，两脚一松，整个身子垂直吊在了绳索上。绳索的角度本来就有点倾斜，再加上我整个身子的重量，我几乎是斜45度角望向了身下黑漆漆的空间。只一眼，我就感觉自己的脑袋一阵眩晕，一股强烈的尿意从膀胱传来，这种感觉那就是吓尿了呀！我死死地闭住了双眼，这会儿要是有镜子的话，我一定会发现自己的脸已经一点血色都没有了。叮当，别慌啊，慢慢的睁开眼睛，对，把脚勾在绳子上。胖子也是大叫着给我打气，生怕我一口气泄了，再也没力气爬过来。我口鼻共用，深深地吸了几大口气，然后猛地睁开了眼睛，腰部一用力，双脚奋力就勾在了绳索上。就在我暗自庆幸的时候，我却是发现有一个老太太正站在裂缝下直勾勾地盯着我。她脸上的皮肤几乎褶皱成了一团一团的，嘴巴一张，一条细长的鲜红色舌头就吐了出来。我毛骨悚然地发现，这老太太不正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后视镜里看到的那个怪物吗？叮当，继续往前爬，不要回头。而后我就感觉有什么东西落在了绳索上，3条麻绳猛地一震，然后就有规律地颤动了起来。那无比难听的声音很快就贴着我过来了，我只感觉自己的脚踝被一只冰冷的手给抓住了。瞬间，那手就爆发出了巨大的力道，似乎是想要把我整个人给撕成2半。周围忽然传来一阵枪响，我只觉得差点就聋了。不过那只冰凉的手也紧跟着松开了，我则是趁着这个功夫赶紧爬完了那最后的3米路程。王元朝手中狙击步枪的枪口此刻还在冒着淡淡的青烟，刚才应该是王元朝救了我。我无力地瘫倒在了地上，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一样。哎呀，不错嘛，兄弟，这么近的距离用狙击步枪，瞄准速度都能这么快，看来是行家呀！我去，个老东西，你刚才差点害死叮当，你知不知道？你不能打呀，不能打呀！你打土地婆咱都取消了。呀，我为啥要赚恁这个钱呢？哎呀，滚！别他娘在这里哭丧，要不然胖爷揍的你妈都不认识你。元朝，刚才那东西到底是什么？看清楚了吗？长得跟人一样，但是却又和野兽一样灵活。那老太太刚才一下子就跳了4、5米高，在绳索上敏捷的就跟猫一样，没几下就追到你了。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玩意儿就是刚开始追我们车的红衣服老太太？没错，就是他。这东西一直跟着我们跑了上万米。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他娘的到底是什么怪物？居然跟着我们跑了这么远的距离，这就是非洲猎豹也得跑吐血了吧？这么说，我们是甩不开土地婆了。西装男慢慢地收起了笑容，他的神情中也难得露出了一丝谨慎。以这些土地婆目前展现出来的实力来看，他们的速度极快，而且攻击力极其惊人，否则也不会把越野车给撞得左摇右晃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是我们被近身的话，那就很被动了。都挑选一下趁手的武器吧，千万不要动其他的小心思，否则别怪我心狠手辣。说实话了，我很喜欢你们几个，别逼我杀人。看着这家伙的笑容，我心里莫名一寒。这人简直就是个疯子，而且从他的身手来看，甚至超过了王元朝。也不知道他在马如龙身边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叮当啊，这俩小玩意儿适合你，拿着。我说胖子，你力气这么大，怎么不挑那挺拉风的轻机枪？等一下一个扫射过去，什么牛鬼蛇神都叫他们进马克思去。狗屁！机枪哪里好用啊？精度那么差，一开枪枪口就往上跳，飞机都给你打下来。有了这些武器，我们的底气也足了很多。我们几个人和向虎每个人背起了一个巨大的旅行包，那5、60斤的重量让我有些吃不消。凯撒琳走在我的前面，还不忘回头关心我一下。大叔你行不行啊？背这么点东西就要死要活的。不行，你是不是要帮我背啊？做梦去吧，我可不是来当苦力的。凯撒琳笑嘻嘻的说完之后就一跳一跳的走了，那样子看起来就真的是来游山玩水的一样，让我一阵无语。我说叮当，你说这小娘们儿是不是马如龙的姘头啊？他娘的来打野战呐！哎，别乱讲，这丫头可不简单。王元朝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犹豫，估计也是看不透凯撒琳的底细。
一路上她表现的都像是一个叛逆期的少女，可刚才踩着绳索走过去的时候却跟个没事人一样。要知道，即便是心理素质最高的王元朝都不敢这么做。我真的有些搞不懂，这是属于无知还是属于艺高人胆大。骤然之间，一个女人的声音从那条裂缝的底部传来，那是一声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绝望还有撕心裂肺的叫喊，听得我头皮发麻。而之后那声音一浪接着一浪在裂缝底部不断的回响。听到这声音之后，向导老汉一下子就尖叫了起来，他给土地婆杀了，现在其他的土地婆带来索命啊！快跑！听这声土地婆的数量不少啊！这叫声怎么跟人的声音一样？我刚才被那声尖叫给吓得汗毛倒竖，那声音听起来完全就跟人一模一样。如果不是经历了刚才的事儿，还真就以为是王元朝失手打死了一个活人。走了约莫有半个小时，我们前面的地势逐渐变得高了起来。王元朝拿出了一个夜视望远镜，他看了一下，皱起了眉头来。前面是个分界点，我们要上山了。向导老汉似乎很熟悉这里，他指了指左边的山路。你翻过这座山就能到大王村。现在上山？放你娘的狗臭屁！这他娘的那些土地婆肯定还跟在我们后头呢。我们现在上山，那去边找死啊！我也蹙起了眉头，以土地婆的速度，不可能追不上我们。只不过刚才的地势毫无遮拦，而且有王元朝开枪震慑，他们才没有立刻发起攻击。可如果是在山上，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现在天色太晚了，要上山也得等到明天白天，我们再挤也不在乎几个小时吧。向导，你怎么看？土地婆跟人一样都在睡觉，这白天他们都在出来吃人，这快足啊！他射死了土地婆，你让他给吃了都中了。我去你妈的！奉劝你不要这么做，在你开枪之前，你的脚就会被炸断。咚的一声，胖子一脸狰狞地端起了手中的散弹枪来。少他娘的恐吓大爷！我告诉你，就算胖爷被炸死，我也先打你几百个透明窟窿。你呢？马如龙却像是没看到这幅剑拔弩张的场景似的，他突然瞥了一下张三炮。张三炮的神情有些挣扎，最终他咬着牙说：“我欠小老板一个人情，我站他们那边，有种你把我也一起宰了。”哎呦呦呦呦呦呦，好感人的画面啊！西装男吹了下口哨，依旧笑得阳光灿烂。我突然涌起了一股强烈的不安，这会儿我几乎是一动不动地盯着西装男，他身上的那种轻松完全不是装出来的。这种情况下，被我的沙漠之鹰还有胖子王元朝的武器指着，他无论如何都没理由这么轻松呢，除非……慢着，把枪放下！我大吼了一声，将手中的沙漠之鹰给放在了地上。胖子愣了一下，不知道我为何会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犹豫了好一会儿，这才跟着我一起把枪给放下了。马如龙，你就这么相信这个向导？听他的话，已经死了3个人了，可我们还在被土地婆追击。再这么下去，还没到大王村，所有人就被吃光了，更别提去找什么风水龙穴。有点意思啊，那你倒是提个意见呢，别扯一堆有的没的。就冲你们刚才拿枪指着我，已经被宣判死刑了。不过峰哥我啊，最近修身养性，就暂时先笑一会儿，给你们1分钟解释。那个向导只会献贡品，现在这个方法不管用，我们自然要找别的法子，而不是再让人去白白送死。我皱着眉头吼着，这会儿我也是吓得满头大汗了，生怕这疯子突然就开枪。从刚才的情况来看，这些东西虽然速度很快，但是一枪下去还是能够爆掉一团碎肉的。沙漠之鹰估计能把他们打个对穿。咱们待会儿找一些比较宽广的山路走，这样对付起土地婆来也有把握。马老爷子怎么样？现在就上山。马如龙稍微想了一下，对西装男挥了挥手。我顿时就松了口气，还好赌对了。看来马如龙也是不愿意就此打住行程的。此刻月光很足，照得我们大致能看清楚周围的景物。在西装男的示意下，王元朝和张三炮2个人走在最前面，我和胖子走在后面。哎呀，早知道不去找这老狐狸了，现在倒好，大家都成炮灰了。胖子气得牙痒痒，那样子恨不得立刻就把马如龙给掐死。我现在也觉得很郁闷，本来以为这马如龙最多就是耍耍手段，却没想到他直接就把我们给软禁了，还一路绑架到了大王村来。这他奶奶的，难怪这里的村子会荒废成这样，
有这些怪物在，村子里的人除了运气好的，谁能跑到外边去？哎呀，真不知道这些土地婆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你们俩给我好好带路，别废话。哎，你行，那么凶干什么？我们绷紧了神经，继续往前走着。不过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一路往上走，却再也没有发现土地婆的踪迹。整条山路风平浪静，林子里时不时的有野兽穿梭而过，但总体来说还是十分顺畅的。这时，我问向了向导老汉：“向导，这些土地婆不在树林里活动吗？”“哪儿都有，他们不高兴就出来吃人。就是现在这个点儿，他们应该都躺住睡觉了。”我现在基本可以断定，这家伙就是一个60、70年代的封建老农民。他说话的时候老老实实的，也不知道马如龙是从哪儿找来的极品。这他娘还有多久到山顶啊？胖爷，我累的都快不行了。此刻我也是汗流浃背，感觉体力几乎都要被掏空了。要是再这么走下去，万一遇到土地婆的话，我们连拔枪的力气都没有了。向导老汉焦急地说：“走出来，约摸着还得走1个小时，就快点，等天亮了，这土地婆又得出来吃人。”先休息一下吧，再走下去腿真的要抽筋了。切，大叔你真没用，我背着这些东西一口气就能到山顶。你来背背看。我瞪了他一眼，也真是奇怪，这女孩胸前那么大俩球，怎么走得这么轻松呢？又不是没背过。小丫头片子，你别吹牛，就你这细胳膊细腿的，直接就给你压弯了就。胖子调戏了一下这小妞。不信拉倒。凯撒琳冷哼了一声，似乎很是不爽胖子的口气。补充了一些水分，我的双腿还在不停发抖的时候，马如龙就已经在催促着上路了。趁着现在安全，抓紧时间走出去，到大王村再休息。你他娘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你一样东西不拿，几百斤的包裹你叫胖爷背啊你！我背着那包裹的时候，腿都有点发软，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那些土地婆千万不要出现。一路走上去，到后边我累得已经把枪都插回到裤兜里去了。为了转移一下注意力，我轻声地问胖子：“我说胖子，你们刚才看到的土地婆到底长什么模样？”胖子一脸诧异地说着：“说起这个，我也觉得他娘的有点奇怪呢。那个老太婆看起来明摆就是一大活人，要是在大街上出现的话，我肯定不知道她就是怪物，最多长相丑了点啊。景道，你说该不会是戴王村的村民们中了邪了，才变成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吧？”中邪这种情况虽然听起来荒谬，但我确实亲眼见过。我6岁的时候，舅舅带着我去老家探亲，那会儿老家的山里有一块禁地，我那舅舅是个猎户，对鬼神之说从来不信。正好他每天在村子里待着无聊，就偷偷溜进了山里打猎。往后好几天我们都没有见过他，等他再出现的时候，身上的感觉完全变了，就好像是另一个人钻进了他的身体里一样。我到现在还记得舅舅下山时那凶恶的眼神。人越小，识别亲人的能力就越强，刚出生不久的小孩子一到母亲的怀里就不会哭，便是这个道理。当时舅舅大喊自己是闯王李自成，本来人到中年的他，上来7、8个壮汉都拉不住，就连10指粗细的麻绳也给他轻而易举地挣脱开了。到最后他还是把一个壮汉给咬死了。村子里的人没办法，只能把他砍成几段，可他的脑袋还在疯狂地大喊：“你们敢以下犯上！”这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也是我的童年阴影。我舅舅本是一个普通的猎户，不过在中邪之后，力量却增加了无数倍，活像一头暴怒的棕熊，足见中邪的厉害。如果真的是中邪，那这附近可能有什么阴气比较重的东西，才会让这么多村民一起中邪。之前不是带了黑狗血吗？下次我们试试啊，直接往土地婆的头上泼就是了。黑狗血的煞气估计能够吓退他们。这一次马如龙准备的东西极为齐全，不只有那些无比先进的武器，还有传统的糯米、黑驴蹄子、黑狗血这些用来对付粽子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在装有黑狗血的塑料桶里倒了一小袋血出来，那血刚刚倒出来的时候，一股浓郁的腥味差点让我干呕起来。好，这条黑狗肯定够凶，要不然血不会这么臭。张三炮对这些黑狗血赞不绝口，因为在摸金校尉眼里，越凶的血对付那些脏东西就越有效果。
我们继续往山上走去，有了一袋黑狗血防身，我也就不用揪着手枪不放了。等爬到山顶的时候，已经凌晨4、5点了。虽然周围还是一片漆黑死寂，但天上已经有点微微泛起了肚皮白了。这种时候本该就是睡得最熟的时候，我们坚持到了现在，已经是困得受不了了，就连马如龙的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掩饰不住的疲倦。休息一下吧，走不动了。说完之后，我就趴在了包裹上，什么时候睡着了都不知道。我才感觉过了没一会儿，然后就被人给踢醒了。那西装男对我说：“小子，嘿，轮到你值班了，都睡了1个小时了。”我不情愿地站了起来，这会儿脑袋还是一团浑浊。元朝，要不然你去眯会儿。我看王元朝脸上的困意很明显，应该是一晚上都没睡。好，出事了就喊我。王元朝点了点头，就去找了个地方睡下了。我们选的这个位置其实还算不错，离小树林有一段缓冲的距离，哪怕是出现了什么事情，也足够让我反应。我坐在篝火旁边取着暖，时不时地用夜视仪看看周围的情况。这会儿周围还是一片漆黑，不断地传来一阵阵鬼哭狼嚎般的风声，这风声时大时小的。若是平时听到这些声音，可能会觉得有点发毛，但现在却好像成了催眠曲一样，不断地钻入我的耳朵里，安抚我睡过去。我的头越来越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风声开始变小了。接着，一阵幽灵一样的凄惨哭声从树林深处响了起来。迷迷糊糊之间，我一下子还没有反应过来。在我听清楚那是小孩子在哭的时候，我好像被人给当下就浇了一大盆冰水，整个人一下子就清醒了。我耳朵竖得直直的，一动不动地听着周围的声音。那轻轻说话的声音似乎就是从离我们最近的林子里发出来的。我头皮一阵发麻，就要从裤兜里摸枪。那林子里不时地传来一声又一声不清晰的对话，把我几乎吓懵了，就好像是里面住着一户人家似的，偶尔还冒出一阵哭声来。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会不会是那些土地婆来了呢？不过越听越觉得不对头，土地婆还会说话吗？虽然这大半夜的有点莫名其妙，但大山里的事儿，谁能说得准呢？我就要回头把胖子给叫醒，让他跟我一块过去瞧瞧。乍一回头，却发现树枝上倒吊着一个大红色的影子，那皱巴巴满是鲜血的人脸，此刻距离我不足20公分。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几乎是不加思索的就将一直放在身边的黑狗血给丢了出去。东城家伙，有情况！领导小心！而后我就听到砰砰砰一阵枪响，还有沙沙沙的声音。等我转过头去的时候，那穿着大红藏服的土地婆已经钻进树林深处了。这东西速度怎么比狼崽子还快？妈的！西装男收起了笑脸，他刚才开了3枪，居然没有一发能够击中土地婆。有黑狗血，这些东西怕黑狗血。不过我们身上带的黑狗血并不多，每个人就倒了一小袋，现在要倒的话肯定是来不及了。上面也有，疯子，你和小虎盯紧了。这就是土地婆来索命了呀！我都说了让他们把它送给土地婆吃，那就是不听我了。向导老汉吓得连话都说不清了，他拼命地在地上磕着头，身体抖得一塌糊涂。这他娘的到底是人是鬼啊？胖子的脸色有点发白，因为那声音听起来就跟正常人是一样的。难道说这些土地婆真的是从坟地里爬出来的死人吗？虽然有点难以置信，但这会儿我也不知道该用什么词儿来形容这些穿着大红丧服的怪物了。跟人一样的脸，还有声音，可能就真如胖子所说，这些人都中邪了吧。猛地，只听草丛里发出了一阵轻微的响声，一个红色的影子就从那儿窜了出来。而与此同时，我身旁传来了一声轻响，只见王元朝飞快地端起了狙击步枪，精准地把那东西的脑袋给轰成了一团烂肉。